你哪来的钱置办这么多好吃的，卖身卖艺？门中有一种定期赌局，分期开码数。上一世昨天会开什么数我知道，所以我管药师叔借了1万灵石做赌，赢了10倍。还能这样的？上一世想了想，我好像什么都没为师傅做过，这一世我会倾尽一切对师傅好的。我是你师傅，问你是应该的。我是师傅的道侣，为师傅也是应该。我可没，我们又还没办婚礼。所以师傅是承认我们的感情了，只是还差一场婚礼。我才没这么说呢。吃饭，哪儿那么多话说？师傅，说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不会是从收留我那一刻吧？可那时候我才……顾还书，别逮着杆子就往上爬，可以吗？好，师傅脸皮薄，我不说就是了。喏，鱼刺给你挑掉了，吃吧。这么好的师傅，前世我是怎么忍心总与你置气的？祖师爷，家主，祖师爷来了！这里是沈家，我修道之前的家。虽然已过100年，但是家里留有我的画像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不会回来。所以师傅来带我认祖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只是刚好顺路路过，就来看看我的小侄子罢了。哦，带着我绕了3千里的顺路。你走了，一起回家。上一世没带你回过家，应该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吧。小叔叔，真的是你呀！好久不见。真没想到，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小叔。这位是……你婶婶。哎呦，再胡说八道！错哪儿了？我徒弟，赶路累了，我们就在这儿休息1天，帮我们准备1间房。陌生环境我认生。我一起睡，我今晚就爬你屋顶。师傅，你忍心我睡屋顶吗？要是摔坏了，你会心疼的，对吗？哦，看来这才是小叔特意过来一趟的目的呀。别说出去啊。小叔脸皮薄，放心吧，我不会多说的。你不去整理房间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没看到什么呀，就看到师傅啊，把我的名字写进自家族谱里，还挨着你的名字写的。徒弟也可以进入族谱的。我可以涂掉的，要不要试试？好了，师傅的心我都明白。那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去休息。师傅快来！说好了，就睡觉，别乱来了。我还什么都没做呢，师傅何必早下定论，扯得我是什么洪水猛兽似的。小叔，等我做了，你再劝我也不迟啊。
然你就明白了师父前世的苦心。虽然如此贫贱，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回来时，沈家主让我带的果酒，师父尝尝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错。对不住了，师父。冰莲花开，耗尽你一生修为来化我的魔咒，我无法想象，没了修为的你，又还能活多久？重来一世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你身陷险境了。是无谓的风，伏案里未相拥，一颗心落了空。此一去若成，我便回来与你成亲；若是不成，你就当没我这个徒弟吧。我伸手却不能触碰。走吧，一起去古战场。若我拿到昆仑玉，直接助你开花，你替我净化魔咒。好。就在那里，我感受到了。愣着做什么？快进来！小叔，不为书，半魔咒诞生，与世不容，当诛之！小叔，师兄，你可算是醒了，没事吧？我怎么了？小叔呢？你那个徒儿可真是越来越能耐了，居然对你下药令你昏迷，他自己还闯到古战场去了，像是体内的魔咒已经控制不住，在吞噬他的神智了，才让他如此肆意妄为。他去古战场做什么？不知道，但里头发动了天道机制，像是他要做什么大逆不道的事。哼，触怒天道，如今怕是古战场平时一般修士就进不去，现在更是危险万分啊！你可知，整个古战场的死气全靠昆仑玉压着，你若拿走，死气动荡，这责任你可担得起？我不会拿出去，我就在这里借用一下，只要这冰莲开花便可。还望前辈成全。这是他的元神冰莲，他的元神冰莲没有碎。什么他的元神冰莲？我就是我，给我撒手，别动手动脚的，赶紧把昆仑玉给我们。我奉天命看守昆仑玉，昆仑玉一旦有异，死气动荡不是开玩笑的。但既然你能带着他来到这儿，想来是有些本事的。身怀魔咒，算不算什么本事？你被中了魔咒？何聪，我需要这冰莲开花，替我拔出魔咒。原来如此，所以可以，但是挪用昆仑玉，我需要有人来压阵眼。你有魔咒，死气不会往外跑，但是会往你身体里钻。只要你撑到冰莲花开，我便可与他联手替你除掉魔咒与死气。但如果你撑不住，神智被吞噬，那便是神形俱灭。你
生而为魔，本该是魔，随心所欲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冲出去，冲出去！你想要的一切都唾手可得了呀！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在牺牲自己救这世间吗？可这世人欺你、辱你、骂你，到头来你还要为他们压智眼，这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就凭我师父上一世拿命护我，就凭……我想与师父正大光明携手走在阳光之下。终是虚妄罢了。小叔，师父，为什么重来一次，你还是这么不听话？因为我不管听不听话，你都要为我牺牲。可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愿？我自己的命，我自己扛。若是扛得过去，师父，我们就回家成亲。若是今日我扛不过去，倒也不至于这么悲观。我来。他在净化魔咒。净化魔咒冰旨可以，但是魔咒混杂着死气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你要几步？喃喃授受不亲，别碰我。他如何了？魔咒已清，死气已化，但是他的生机被死气吞噬。如何救他？你俩不是道侣吗？双修一下，把你的生机跟他共存就好了。多谢。这是我呢，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你闯古战场，身子受损，这些年养着我吧，也挺吃力的。如今我恢复了，回报你一点是应该的。你不是说喃喃授受不亲吗？你摸他手干什么？传灵力非摸手不可吗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我跟他，我跟你，那能比吗？人家用自己的识海供养了我20年，从今往后，我也可以养你。你我很熟吗？哎，冰旨，我们也曾是道侣啊。师父，是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。掌握空间能力的上古神，这么厉害，难怪他能让你重生回到现在。那也是看机缘，有机缘者，他可替天行道，重塑时空。这么厉害的他，怎么成了一朵花？还曾经是你的道侣。你们上古之事，我不想多说，我只想请你们看在我也算出了一份力的份上，帮我个忙。前辈但说无妨。能否劝他助我脱离古战场的束缚？前辈不是留在这里看昆仑玉吗？唉，以前以为他不在了，大千世界于我来说并无留恋，如今得知他还幸存于世，我就不甘心被囚在这里。我想陪他左右。你去说，他或许会听得进一二。好说好说，燕尘开口嘛，凭我们的感情，总得帮的。前辈，恕我说句不敬之话，你出来后可得把他看好了，不要让他接近我师父。正有此意。走吧，前辈之事，冰辉会办的。你们先回去，回头我忙完了就寻你们哈。这么着急吗？真不够意思，都不客气一下说等等我的。
最终我与师父决定回到凡间成亲，要沈家列祖列宗都看着我们成亲。一时一到，两个人三个字，相思苦苦相思，辗转心口藏于唇齿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我沈彦辰与顾怀叔结为道侣，天上人间，碧落黄泉，生生世世永生不弃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我顾怀叔入沈家门，生为沈家人，死为沈家鬼，愿与君执手，共赴未来，永生不弃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有生之年还能看到祖宗成亲。余生与你共进退。那可得说话算话。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？你说呢？大庭广众之下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亲亲抱抱，我要让这世间之人皆知，你是我的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是你进我家门，你入赘的。名声而已，不重要。现实谁入谁才重要。别说这么大声好吗？等会儿让人听见了。我天，祖宗他是下面那个。窃窃私语，一字一心动，心中愿望已随意枯荣，坠下一双明亮眼瞳。